晚上好，欢迎来到深夜听书小电台。夜深了，当所有的热闹都散去，手机屏幕的最后一点光亮熄灭，你是否终于可以面对那个被忽略了一整天的自己？白天那些被压下去的念头，此刻像潮水一样涌来。今天那句话是不是说错了？我是不是又让人失望了？为什么别人看起来都比我轻松？今晚我们读《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》。这本书里的主角蛤蟆先生原本热情爱冒险，可如今却深陷抑郁，觉得自己毫无价值，对一切都提不起劲。他的故事或许能帮你拨开心里的迷雾。蛤蟆变了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不跟任何人来往，家里乱得一塌糊涂，他常常一整天都在哭，或者昏昏沉沉地睡觉，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。朋友们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最后年纪最大的欢说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们得带他去看心理医生。就这样，蛤蟆被朋友们半强迫着来到了一片宁静的湖边。心理医生是一只名叫苍鹭的鸟，苍鹭看起来冷静又克制，说话慢条斯理，不急不躁。他没有一上来就说你要振作，你要加油，只是用温和的语气问了一句，你愿意和我聊聊你自己吗？第一次咨询，蛤蟆坐在椅子上扭来扭去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他以为苍鹭会像老师训学生一样批评他不够努力，不够积极。可苍鹭只是问，你愿意告诉我你现在的感觉吗？蛤蟆张了张嘴，却发现自己说不出来。他只能模糊地说自己很累很烦，觉得什么都没意思。这时苍鹭说了一句话，心理咨询不是医生给病人治病，而是你和我共同完成的探索。你愿意往下走，我们就一起走，不愿意，我也不会强求。这句话像一颗定心丸，让蛤蟆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。第二次咨询，蛤蟆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自己过去的丰功伟绩，漂亮的房子，拉风的汽车，还打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官司。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聪明、成功、幽默的形象。苍鹭只是静静地听着，等他说完才轻轻问了一句，那你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这句话像一把钥匙，瞬间打开了蛤蟆心里的锁。他愣在原地，那些光鲜的过往在此刻的狼狈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他突然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呆呆地看着地面。有一次咨询，蛤蟆低声说出，我可能就是个失败者。诊室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苍鹭没有急着安慰他，也没有否定他，只是轻声问了一句，你总是这样对自己说话吗？就是这句轻飘飘的话，像一根针刺破了蛤蟆心里厚厚的茧。他从来没有想过，自己竟然一直在用这么刻薄的话对待自己。苍鹭开始教蛤蟆识别自己的情绪。蛤蟆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认真倾听过内心的声音，他只会笼统地说，我不好，我很烦，却从来没有分清过那种感觉到底是愤怒、悲伤、恐惧还是羞耻。他想起在朋友的聚会上，大家都在开开心心地聊天，他却突然毫无征兆地哭了起来。那一刻他不是难过，而是孤独。他还想起一个反复出现的梦，梦里的他还是一只小蛤蟆，站在严厉的父亲面前，低着头不敢说话，心里充满了恐惧。这些情绪像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尘埃，从来没有被好好清理过。现在它们被一一翻找出来，摊在阳光下，蛤蟆才发现，原来自己心里藏了这么多委屈。有一天鼹鼠来看望蛤蟆，还带来了朋友们的问候。鼹鼠拍着蛤蟆的肩膀说，我们都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重新站起来的。蛤蟆嘴上笑着说谢谢，可等鼹鼠走后，他却忍不住掉了眼泪。
他告诉苍鹭，朋友们的关心让他觉得更难受了。他觉得自己像个演员，一直在别人面前扮演一个乐观、开朗、什么都难不倒的蛤蟆。可面具戴得太久，他已经忘了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。蛤蟆说了一个梦，梦里的他站在舞台上，戴着厚厚的面具，台下坐着所有认识他的人。他努力地表演，想逗大家开心，可面具越来越重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最后他一把扯下了面具，结果台下的人全都惊叫着跑开了，嘴里还说着，这不是我们认识的蛤蟆。苍鹭听完问他，你觉得他们真的会这样反应吗？蛤蟆沉默了，他不知道答案，他只知道自己太害怕了，害怕如果摘下面具，露出真实的不完美的自己，就会被所有人抛弃。苍鹭又问了蛤蟆一个问题，你小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？这个问题像一颗石子投进了蛤蟆心里，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。蛤蟆想了很久才缓缓开口，我小时候总是努力想让别人喜欢我。蛤蟆的父亲是个非常严厉的人，对他要求极高，凡事都要追求完美，只要蛤蟆做得稍微差一点，父亲就会用冰冷的语气训斥他，你怎么又做错了？不许哭，男子汉哭什么哭？而母亲呢，总是在一旁叹气，说他真让人头疼。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，蛤蟆很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，学会了用幽默和讨好去换取别人的认可。他心里藏着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，只要我表现得够好，就不会被讨厌。有一次咨询，苍鹭让蛤蟆做了一个练习，和小时候的自己对话。蛤蟆闭上眼睛，眼前浮现出一只小小的蛤蟆，低着头，满脸委屈和紧张，站在高大的父亲面前瑟瑟发抖。蛤蟆轻声问那只小蛤蟆，你怎么了？小蛤蟆哽咽着说，我好害怕，我做什么都不对，他们都不喜欢我。听到这句话，蛤蟆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，他这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好好安慰过那个小时候的自己，从来没有告诉过他，你已经很棒了，不用那么努力去讨好别人。蛤蟆还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，他在花园里学骑自行车，不小心摔倒了，膝盖擦破了皮，疼得直哭。他哭着跑去找父亲，可父亲没有抱他，只是板着脸说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这点小伤算什么，不许哭。这句话像一根钉子钉在了蛤蟆的心里，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在别人面前哭过，甚至连自己的疼痛都不敢承认。苍鹭轻声对他说，你不是不够坚强，你只是太早就被逼着忘记了哭的权利。蛤蟆虽然看清了自己的问题，可改变并没有那么容易，他还是会忍不住自我怀疑，还是会害怕冲突，还是会下意识地讨好别人。苍鹭说，这说明你真的在改变，真正的成长不是变得更完美，而是变得更真实。有一天，獾来找蛤蟆，劝他为了大家好，也为了自己好，早点从学院董事的位置上退出。蛤蟆听完心里涌起一股愤怒，可他的第一反应还是想妥协，这是他从小到大的习惯，不敢拒绝，不敢反抗。回到咨询室，他跟苍鹭说了这件事，苦恼地说，我知道我应该说不，可我又怕他们说我不讲道理，不识相。苍鹭没有直接教他怎么做，只是问他，你想让他们看见你什么样的态度？蛤蟆想了很久，终于鼓起勇气给獾写了一封信。信里他没有用攻击性的语言，也没有自我贬低，只是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。我理解大家的担忧，但我不会辞职，请尊重我的决定。写完这封信，蛤蟆浑身都在发抖，可心里
却异常平静。他终于做了一件事，不是为了讨好别人，不是为了不惹麻烦，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是对的。改变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，蛤蟆偶尔还是会退缩，会自我怀疑，会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太自私了。可每一次苍鹭都会耐心地引导他，让他看见自己的进步。有一次蛤蟆和朋友们聚会，他没有像以前那样拼命讲笑话逗大家开心，而是坦然地说起了自己做心理咨询的经历。他说，我以前一直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，现在我正在练习慢慢和自己和解。听完他的话，朋友们都沉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鼹鼠轻轻拍了拍他的背，说，你变了，但我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。那一刻，蛤蟆的心里像照进了一束光，他第一次感受到，原来不用讨好，不用伪装，真实的自己也值得被喜欢。终于到了第10次咨询，也是最后一次，蛤蟆坐在苍鹭对面，已经没有了第一次的紧张和局促，他的眼神变得平静而坚定，脸上也有了久违的笑容。苍鹭问他，今天你想谈什么？蛤蟆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开口，我以前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必须要让所有人都喜欢我才算有价值。我怕别人失望，怕被别人讨厌，这种压力把我压得喘不过气。我努力去做一个好人，却从来没有活成我自己。他看着苍鹭，眼神里充满了释然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是靠外界的评价来衡量的。我不需要为了别人的认可去改变自己，我可以不完美，可以有缺点，但我依然可以做我自己。苍鹭点了点头，欣慰地说，你说得很好，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核心，开始学着为自己而活了。最后，苍鹭看着他，问出了那个最重要的问题，你准备好走出这里，去面对这个世界了吗？蛤蟆迎着苍鹭的目光，坚定地回答，我准备好了。走出诊室的时候，天正好放晴了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蛤蟆的身上，暖洋洋的。他抬头看着天空，心里没有了以前的压抑和迷茫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。他知道这不是结束，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从那以后，蛤蟆慢慢变回了那个热爱生活的自己，但又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他重新参与了学院的工作，不再追求完美，只是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。他和朋友们相处时，不再刻意讨好，而是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。有一次蛤蟆去旅行，遇到一个陌生人，陌生人看着他笑着说，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。蛤蟆愣了一下，随即也笑了。他知道自己现在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，是轻松的，是真实的。听完蛤蟆的故事，你是不是也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？生活里的我们，何尝不是像蛤蟆一样戴着面具生活，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，拼命去做一个懂事的孩子，一个靠谱的朋友，一个优秀的同事。我们不敢发脾气，不敢说不，不敢承认自己的脆弱，生怕一不小心就被别人讨厌。我们也会遇到一点挫折就开始自我怀疑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也会把委屈和愤怒藏在心里，假装自己很坚强，也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觉得孤独又迷茫。读完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，我们会明白一个道理，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变得完美无瑕，而是变得真实。也许你现在正处于低谷，觉得前路迷茫，没关系，给自己一点时间，就像蛤蟆先生一样，慢慢来。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一点点积累，一点点沉淀。也许你会反复，会退缩，会怀疑自己，但请你相信，每一次正视自己的内心，都是一次成长。
今晚睡前试着和自己聊聊天，问问自己，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？我在害怕什么？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不用急着找答案，只是静静地倾听自己的内心。晚安，愿你也能像蛤蟆先生一样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